你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？白天开会或者跟朋友聊天的时候，一讲话呢，嗓子就越来越紧，说不了几句就要咳咳咳的。晚上躺下呢，咳到半夜睡不着，嗓子卡痰，怎么吐也吐不干净。秋冬一到啊，这种咳嗽、嗓子痒、痰多的情况，是不是也经常困扰你呢？嘿，你好，我是雨乐姐。其实啊，秋天一到，又干爽又带着一点凉意，最容易伤到的呢，就是肺。肺一受伤呀，麻烦就会一个接一个的冒出来。除了咳嗽呢，你可能还会发现皮肤啊也越来越干，嘴唇呢也开始起皮，上厕所大便变得也很干结，排的时候很费力。有的人呢是痰多，老感觉堵在喉咙这儿，吐也吐不干净。这些看似分散的这种小毛病啊，其实呢在中医来讲，都和秋燥伤肺有关。今天我们给您准备了全方位的对付秋燥咳嗽的好办法，请您一定要看完哦。而且如果您要是喜欢我的节目，就请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的话呢，就不会错过我精心为你准备的内容了。感谢您的支持。首先呢，让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叫秋燥，为什么会伤肺。中医呢有个五行学说，就其实像我们现在的这个物理学。他认为呢，万事万物都可以归结为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这五大类。那四季呢也一样，在这儿呢，准确说应该是五季，它是春夏长夏秋冬，多了一个长夏。那秋天对应的呢就是金。在我们的身体里呢有五脏，肺呢对应的也是金。你看这回呢，肺和秋天就有关系了。那肺呢有两个功能，它主要是主气，它就是负责呼吸，把空气呢呼吸进来，转化成能量供全身用。肺呢还主皮毛，它通过毛孔啊、皮肤啊来调节水分，所以皮肤和呼吸其实是一体的。那秋天呢有什么特别的呢？天气特别干燥，肺呢就是最怕这种燥，它是喜欢润的，空气一干呐，肺里的津液就不够用了。所以嗓子就会发痒，然后容易咳嗽。有的时候呢是干咳没痰，有的时候呢又痰多，咳也咳不干净。秋天一到啊，这个气温转凉，冷空气一刺激，呼吸道呢这个黏膜就更敏感，黏膜一干裂呢，就会让痰分泌增加，所以你觉得嗓子里老有东西。肺主皮毛呢，还有就是肺一旦是津液不足，你的皮肤就第一个受影响。你会觉得这个皮肤干很紧绷，然后嘴唇呢也开始起皮，大便呢也干结，就像你家里的加湿器不开，房间特别的干，干的难受。所以你秋天咳嗽、皮肤干，其实呢这是一个连锁的反应。肺呢就像是你秋天的一个小弱点，天气一变呢，它最先受伤，外表表现出来就是咳嗽、痰多、皮肤干。那为什么有的人是干咳，有的人呢却是痰特别的多，咳不完呢？干咳呢是因为秋天的这个燥啊太重了，就比如说空气干，然后肺里的津液被耗损了，所以你嗓子啊这个气道啊都非常的干燥，就需要润。那你这样咳嗽呢，就是咳不出来东西，所以表面的表现就是嗓子痒，然后声音呢还有点嘶哑，咳嗽呢也是干巴巴的。然后晚上呢就更厉害。那有的人呢是痰特别的多，这个是因为他可能体内呢是有湿，就是说外面空气秋天是干燥的，但是你身体里面呢就有湿。就像你怎么讲呢，就是比如说你煮了这个粥，然后干了，它就是黏黏糊糊的，然后就是贴在你的喉咙上、气管上、肺上。那结果呢，就是你明明觉得是嗓子里有东西，但是它因为黏糊糊的，怎么咳也咳不干净。所以你看啊，同样呢是咳嗽，有的人呢我们是要润它，有的人呢就是要化，把这个痰呢给化开。关键是呢要分清自己是干咳还是痰多，那吃的东西就不一样了，所以我们要对症的选食疗的方子。我们先说一下干咳的。干咳呢最典型，你就可以吃这个川贝蒸梨，它是润肺止咳化痰，尤其适合嗓子干痒的人。还有百合煮梨水，它也清润又能安静。那这个川贝蒸梨呀特别的好，它适合什么呢？适合就是你干咳呀、少痰呀，或者是痰比较黄，然后嗓子又干痒的。因为它这个梨呢有点偏寒，
所以体质偏寒的，或者是脾胃虚寒、容易拉肚子的人呢，就不宜长期的多吃。你看这个梨哈，它是有甜味儿的，然后它是微寒的，但是它入肺经，所以就是特别的正对你这个肺，有润肺、清热、生津的作用，所以对秋天的干燥、嗓子痒特别的好。川贝呢是一味中药，它是苦性的，它也是微寒的。它也是入肺经的，你看这俩就配上了，它也是善于清热化痰、止咳平喘的。所以你看这个梨和川贝呢，都直接作用于肺，它就可以滋润你的肺阴，化掉你的痰火。你可以蒸的时候呢，这两个相配起来呢，这个梨的水分和川贝的这个药效呢，都融合出来了，所以你吃下去的时候呢，就特别的滋润，还能清除肺里的痰热。那怎么做呢？你就买一个雪梨，然后洗净以后啊，把这个梨盖的上面切掉，然后把里边的核呢，你就给挖出来，然后放川贝粉，比如说放个3到5克，你也可以稍微的加一点冰糖，然后呢，你就把这个梨呢，用这个牙签这个盖儿给插上，把它并起来，然后放在碗里上锅蒸个30分钟，然后这个梨肉呢也就变软了，出汁儿了。然后和这个川贝呢就混在一起了，所以连汤带梨的一起吃。如果你真的特别的嫌麻烦，那其实你煮也是可以的。那接下来我们要说，如果你痰多的时候，你应该吃什么呢？那痰多呢，就应该把这个痰给化开，然后把这个气理顺。你就可以吃个，比如说苹果陈皮水。苹果呢是润燥的，陈皮呢是理气化痰，这两个一配合呀，痰就没那么黏了。所以就适合这个咳嗽带痰，然后这个痰多咳不爽，或者是嗓子干大便干的。那注意这个苹果呢，虽然是平和的，基本适合大多数人，但是这个陈皮呢稍微有一点燥性，所以如果是干咳没有痰的人呢，要尽量少吃。我们刚才说的梨是属肺经的，然后这个苹果呢，它是属肺经和脾经的，所以你看它也是跟肺有关系的。它呢是生津润燥，缓解秋天的大便干、咽喉干。我们还有一句常说的话，就是每天一个苹果，让这个医生就不用看医生了哈。那陈皮呢，它是苦辛味的，它也是入肺经、脾经，是化痰理气的常用药。所以如果痰多、胸口堵的人用陈皮呢，就能把痰化开了。所以你看哈。苹果和陈皮呢都是走肺经的，然后它们两个一结合一配，就一边是润，一边是化，痰呢就不会那么黏了。除了刚才我们讲的陈皮、苹果水，还有梨和川贝蒸一下或者煮一下，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小技巧，教您一个小穴位。除了这些食疗啊，这个穴位呢也特别的简单管用。它是什么呢？它就是列缺穴，它是肺经的一个开关，特别的好的一个穴位。怎么找呢？你就特别容易哈，你就交叉你的虎口，然后食指一摁，就在这儿，食指自然落下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凹陷，在这个骨头边上，它就是列缺穴，你就可以这样平常的呢摁一摁。列缺穴呢，像我刚才说的，它是属于手太阴肺经，它的功效呢可神了，它是疏风宣肺。就是可以缓解你的感冒啊、咳嗽啊，或者是痰多气喘这些症状。它还可以利咽开阴，就比如说你嗓子干啊、咽喉疼啊，或者是声音嘶哑呀，都对你有帮助。简单的说呢，列缺就是肺经的一个大开关，长摁呢能润肺、止咳、利咽。你就用这个食指的这个指肚，或者是你找到以后可以用拇指都可以，然后你就垂直的或者是这样打圈的这样按摩，然后你是应该摁对了的话呢，你就会有点酸酸胀胀的感觉，但不是那种很刺痛的感觉哈。然后你就每次这样摁一下，你比如说摁个1分钟啊，然后你咳嗽发作或嗓子痒的时候呢，你也可以随时的按。一句话呢，这个列缺穴呀，就是肺经上的万能键。咳嗽、痰多、嗓子不舒服、声音沙哑，你反正随手一摁，它就能够帮助肺的开合功能，让津液流通。所以说，列缺是肺经的大开关，长摁呢能润肺、止咳、利咽。您学会了吗？再说一遍哈，虎口这样对着，食指下来的位置，在这个
高起的这个骨头边上一个凹陷处，摁起来呢有一点酸麻的感觉就对了。所以啊，秋天呢最容易出的问题呢就是肺。肺一有问题呢，就不光是咳嗽，还会皮肤干、大便干、痰多。调养肺的方法呢，其实就2个字：润燥。秋天呢最燥，而肺呢就是最怕燥，有点像绕口令哈。所以润1分呢，你就多1分对肺的呵护。不管是水果呀、药膳啊、穴位啊，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帮助。秋冬天最困扰你的症状是什么呢？是咳嗽痰多还是皮肤干？留言告诉雨乐姐，也许你想问的问题正好是别人也需要的答案。如果您喜欢我的频道，就请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就不会错过我们的内容了。好，我们下期再见。